昨天还在过冬，今天又来到了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双叶红了，梅花也开了。是什么种子？长了2个翅膀。红色的是宝石。宝石啊？这个山上可能有。丹霞山就是最大的一块宝石，在韶关市的荣发县，这里有典型的丹霞地貌。气候宜人，是我们此次南行要到的第2个地方。丹霞山是有年龄的，据说韶关的丹霞山是最年轻的。丹霞山不是单一的一座山，而是680多座连在一起的山峰。船在江中游，景在岸边走。这里被称作锦江花廊，有桂林漓江的秀美，又有长江三峡的雄伟。你看看这些山峰，蓝天白云，山和水，组成了一幅秀美的画面。红色的山体被雨水冲刷后，形成了一条条的沟壑，这就是大自然造物的力量。右边是拇指山。妈妈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呀，要不要来看？哪个是拇指峰啊？我来也。哦，这个方向看进去是观音山。那个是观音山。盆景的创作灵感，都是来源于对这些自然景观的观察和思考。丹霞地貌，这里修了一个人工栈道，爬上去。据当地老乡说，来丹霞山，这里有2个最令人脸红又不得不去的景点。水冲刷的一条，这个山的海拔只有200米高，爬山的阶梯有1600多米。爬吧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山让人脸红。在半山腰看到一棵野生的榕树，下面有个老树根，毛茸茸的苔藓。栀子花，这种山体生长的植被是非常珍贵的。天然的腐蚀盆景，树根牢牢地抱住石头，长在崖边。这是一棵老樟树，爬了1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山顶。一览众山小，非当凌绝顶。这里比不了中泰山，但同样需要勇气。小孙子脸上挂着生理都会笑，看他吃了多香。在半山腰生长着许多低矮叶小的植物，天然的多干丛林盆景，枝干的粗细大小协调自然，与天然形成的景致相比，玩盆景显得多么渺小。这个山太形象了，这也太形象了吧！阳元山，阳元石，有一个阳元石，还有一个阴元石，这个都是在丹霞山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。大自然造物真是太奇妙了。我是三杰龙啥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